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医生推荐的《少食生活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关于排毒的建议；第二，实施少食生活时必须注意的事项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关于排毒的建议。可能您一看到这个标题，会以为我们要讨论的是少食生活，但其实这本书除了讲述少食的重要性，还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排毒的方法。那么什么是排毒呢？简单来说，排毒就是将身体内积累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的过程。生活在现代社会，我们每天都会从饮食、空气、环境中接触到各种毒素，几乎无法完全避免。身处这样的环境，要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清晰的大脑，就必须重视排毒这件事。通常毒素不容易分解，容易储存在脂肪中，所以体质较高的人更容易吸收并囤积这些毒素。但瘦子就高枕无忧了吗？其实不然，因为毒素不仅仅藏在脂肪里，它还会损害我们身体的细胞，而细胞膜是由磷脂等成分构成，无论胖瘦，细胞都有可能被毒素破坏。由此可见，排毒对每个人都很重要。不过排毒绝不是随便喝点市售的酵素果汁就能解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排毒其实涉及3个方面：一、处理进入体内的毒素；二、清理体内产生或堆积的毒素；三、修复被毒素损伤的细胞。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努力进行这些排毒工作，单靠某种饮料是远远不够的。真正有效的排毒，需要我们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科学的饮食方式。说到排毒，肝脏是最重要的器官，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清洁工，负责分解、中和体内的有害物质，保护我们不受毒素侵害。毒素主要来自食物，比如食品添加剂、防腐剂、致炎物质、未消化的食物残渣，以及肠道内的有害细菌和代谢废物。这些毒素会随着血液流入肝脏，而肝脏就像一道防线，阻止它们进入血液循环。尤其要注意的是，大多数毒素是脂溶性的，不容易直接排出。肝脏会将这些脂溶性毒素转化为水溶性无害物质，然后通过血液送到肾脏，随尿液排出，或转化成胆汁，通过肠道排出体外。有些毒素还会通过汗液从皮肤排出，所以皮肤也在承担一部分排毒任务。想想我们的身体有多神奇，它默默地替我们处理各种有害物质，维持健康的运转。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和保护这个值得骄傲的身体，尤其是那位默默无闻的排毒英雄——肝脏。为了帮肝脏减轻负担，我们要尽量少摄取对它有害的物质，比如酒精、加工食品中的添加剂、防腐剂，甚至是一些口服药物。很多人会选择市面上的护肝保健品，但这本书并不推荐这些产品。相比之下，更重要的是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科学饮食来呵护肝脏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要控制饮食量，避免暴饮暴食，减少身体消化代谢的负担，从而减轻肝脏压力，让它专心做好排毒这件事。另外，书中也特别建议大家多摄取一些能够帮助肝脏排毒、提升功能的食材和饮品。作者推荐了5种排毒效果优秀的食材，分别是：1. 西瓜； 2. 蓝莓； 3. 鳄梨； 4. 橄榄油； 5. 牛奶薄荷。这些食材不仅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毒素，还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。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中有意识地多加摄取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哪怕肝脏在努力把毒素转化为胆汁排入肠道，如果肠道不通畅，毒素依然无法顺利排出，就像是网堵住的水管里倒水，不仅排不出去，甚至还可能倒流回来被身体重新吸收，这对健康是极大的威胁。所以保持排便通畅同样重要。建议大家通过晨起适度活动，增加膳食纤维摄入，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，帮助体内代谢废物顺利排出，真正完成排毒的最后一步。
除了肝脏，肾脏同样是身体重要的排毒器官，负责清除血液中的废物，并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。保护肾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，缺水会导致血容量下降，进而影响肾脏的代谢能力。因此，无论季节如何，都要记得规律饮水，尤其在出汗较多或运动后，更要及时补充水分。为了提升肾脏的排毒功能，书中也推荐多摄取有助于肾脏健康的食物，其中蓝莓就是非常优秀的代表。研究发现，蓝莓富含的花青素不仅有抗氧化作用，还能有效保护肾脏，减少毒素对肾组织的伤害。除了蓝莓，前面提到的西瓜、鳄梨、橄榄油等蔬果也非常适合日常食用。此外，动物实验表明，银杏叶、姜黄等草药类食材具有良好的抗氧化和护肾作用。每天早晨喝一杯柠檬水，也能帮助激活代谢，支持排毒，是简单易行的好方法。当然，这些方法无需全部照搬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生活习惯，挑选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实践。有些人喜欢通过桑拿排汗的方式来排毒，这种方法虽然不错，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桑拿过程中容易出汗过多，若不及时补充水分，反而会对肾脏造成负担。因此，进桑拿前后一定要充分补水，才能让身体更安全有效地排出废物，享受排毒带来的清爽和轻松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实施少食生活时必须注意的事项。现如今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16小时进食所带来的好处。通过延长空腹时间，可以启动身体的自我修复机制，同时控制热量摄入也被认为是迈向健康长寿的重要方法。这些观念逐渐成为现代人的健康常识。不过，很多人在实践进食或限制热量时，往往会陷入一些误区。因此，本章将重点介绍在执行进食或少食生活时必须注意的关键事项。首先，我们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：一天只吃一顿饭，就可以随便吃任何东西，摄取多少卡路里都无所谓。您或许听过这样的说法：既然我一天就吃一顿，那晚餐尽情吃牛排、甜点都没问题。这种饮食方式一度非常流行。确实，有研究对比了一天一餐与一天三餐但总热量相同的两组人，结果发现一天一餐的人体重和体脂肪减少的更多，而且肌肉和骨量等非脂肪体重还有上升趋势。更重要的是，血液中的中性脂肪值也明显下降。这表明，一天一顿饭这种方式在减脂、塑造结实体态方面的确有一定效果。然而，这并不代表一天一餐就没有任何问题。把全天需要摄取的热量集中在一餐之内，对肝脏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负担。此外，食物的种类也非常重要。即便一天只吃一顿，如果吃的是油炸、快餐、甜点等高糖高油食物，反而会对健康造成伤害。另外，单纯减少进食次数是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吃什么和怎么吃。比如像16小时进食这样，在一天中设定固定的不进食时间，确实能促进细胞代谢，减少炎症，改善肠道环境。但要想真正让身体受益，调整饮食内容，建立稳定良好的饮食习惯才是关键。特别是那些进食时间不规律的人，研究已证实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，影响消化代谢。就算进行了16小时进食，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因此，建议大家保持每天进食时间相对固定，尤其是晚餐时间要格外注意。无论食量还是进食时间，如果晚餐太晚，距离睡觉时间太近，都会增加身体负担，影响代谢与睡眠质量。最理想的做法是，晚餐与就寝时间至少间隔3个小时，这样才能让身体有足够时间消化，减少肝脏与肠道的负担，发挥进食和饮食调整的最大效果。这一点，请大家务必牢记。接下来，我想和大家聊聊关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常见的一些误区。
现在市面上流行着各种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法，很多说法都把碳水化合物描绘成对大脑和身体有害的东西，好像只要摄入碳水化合物就是一种错误。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，碳水化合物其实是人体必不可少的重要营养来源之一。当然，现代人确实普遍存在碳水化合物摄入过量的问题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的加工食品、含糖零食和快餐等简单碳水。这些食物不仅热量高，而且缺乏膳食纤维，容易导致血糖迅速上升，让身体频繁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水平。长此以往，就容易造成胰岛素抵抗，进而影响身体对葡萄糖的吸收利用，导致体内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。要改善这种情况，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是必要的，但重点不是彻底杜绝，而是调整碳水的摄取来源和摄取方式。我们应该更多从全谷物、蔬菜、水果中获取优质碳水化合物，而不是依赖于高糖、高油的加工食品。此外，现代饮食结构中，蔬菜和水果的摄取量也普遍偏低，主食谷物的种类也越来越单一，导致膳食纤维摄取严重不足。这不仅影响血糖稳定，也不利于肠道健康。因此，合理做法是逐步减少简单碳水的摄入，提高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耐受能力。最终目标是让身体能够平衡地吸收和利用适量碳水，而不再因为碳水过剩导致胰岛素抵抗。另外，如果想多摄取一点碳水，也不是不行，只要搭配适当的运动或增加肌肉量，让身体有足够的能力去消耗这些能量，就不会造成负担。掌握碳水摄取的度非常重要。其实这和蛋白质的摄取道理是一样的。近年来，健身媒体风潮盛行，很多人都认为蛋白质越多越好，甚至盲目追求高蛋白饮食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体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能力会逐渐下降，如果摄取过多，反而可能带来负担。因此，我们也需要根据自身代谢状况，合理控制蛋白质摄入，维持营养均衡。其实，养成新的健康饮食习惯需要时间。根据2009年的一项研究，平均需要66天才能形成一个新的习惯。当然，这只是平均值，简单的习惯可能更快，而复杂的，比如饮食结构调整，通常需要更长时间，大约3个月左右，才能在身体和大脑中逐渐产生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。本书就是基于大量相关研究，系统性地说明了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和方法，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些实际的生活改善启发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